男人每天都用浓硫酸给父亲洗澡，直到父亲被洗得白白净净。可光清洗还不够，他又剪断铁丝，将散落的骨头连在一起，最后父亲就被制作成一具完整的骨架。而这就是他送给女儿的礼物。Hey everybody, look who's here！ 可小女孩非但没有丝毫害怕，反而还让骷髅爷爷抱抱，只因她也是一具骷髅，就连女孩的母亲也不例外。You sure? It's really good. Cause I can. I'll eat later. 男人是个变态杀人狂，并且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为了有个完整的家庭，他将这些无辜之人虐杀后制成家庭成员。这天，男人在拿邮件时又发现了新的猎物，一对新搬来的年轻夫妻。不过老胖只对年轻漂亮的妻子感兴趣。在和对方打完招呼后，老胖便开始策划着如何下手。或许是老天帮忙，当晚喝醉酒的小夫妻就撞倒了老胖家的邮箱。女人马上去敲门，却无人回应。大卫只好留下纸条说明缘由。殊不知老胖就躲在暗处观察着一切，幸好对方没有发现邮箱里的骷髅头。这可是老胖的第一任妻子。不过小夫妻在第二天却发现了诡异的一幕，昨晚被撞倒的邮箱竟变得完好如初。两人猜测是老胖早起修好的，但不管怎样，他们还是决定登门道歉。眼看着猎物上钩，老胖马上邀请两人到家里坐坐。聊天中，老胖得知大卫是一名医生，安娜是一名记者，双方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，并且在这里也没什么朋友。这对老胖来说简直就是天生的猎物。毫不知情的安娜还在夸赞着老胖的房子。不过作为记者，她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那就是初次见面，老胖是如何得知他们从加州而来。而面对安娜的疑问，老胖赶忙说他无意间看到了汽车的车牌，更何况他也在加州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岂料老胖刚化解完尴尬，就又产生了幻觉。安娜不断地向他抛着媚眼，说他们夫妻不和，老胖才是他的白马王子。 I'm a little deaf in this ear. Oh, I was just saying how sorry we are about your mailbox. Ugh. You have been so nice about it. 不过面对夫妻俩的赔偿，老胖却大方地拒绝了他们，这让安娜觉得过意不去。于是她热情地邀请老胖到家里吃晚饭，这无疑是引狼入室。当晚老胖就欣然赴约，毫不知情的安娜还带着老胖参观房子，甚至连卧室也一览无余，这让老胖暗喜不已。随后老胖说他还想参观一下地下室，或许下面是他杀人灭口的好地方。好在夫妻俩说地下室乌漆嘛黑，还没来得及安灯，眼见没有动手的机会，老胖只能无奈的放弃。但在用餐时，小夫妻却说出一件伤心的事情，他们原本有个女儿，不过却被癌症夺走了生命。他们之所以搬到这里，就是为了开始新的生活。眼看着夫妻俩黯然神伤，老胖便借机辞行。可他在离开之后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潜入对方的后院。夫妻俩似乎正在为女儿的死剧烈争吵，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躲在暗处的老胖，这让老胖觉得自己有机可乘。不过老胖的行径却惹怒了妻子，他认为安娜的出现严重危险了他的家庭地位。老胖闻言大怒，说妻子在无理取闹，就让他尝尝第一任太太的惩罚。 They were her bones you hid in the mailbox. That's right. 可就当老胖要动手时，吵闹声却引来了女儿。老胖马上停止争吵，将女儿抱回了房间。女孩小心翼翼地询问老胖，自己会不会被换掉。而面对乖巧的女儿，老胖说在这个家里他最爱的就是女孩。可女儿却说自己孤单害怕，还想要一个姐姐陪伴。老父亲当即答应，他明天就会满足女儿的小愿望。就这样，老胖抱着一具骷髅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老胖来到学校，一个忠厚老实的女生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对方似乎很适合做姐姐。可当老胖一路尾随时，却因为分心发生了车祸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女孩躲过一劫。然而，当老胖来到医院，却碰到了安娜的丈夫。对方好心的让老胖插队就诊，可在包扎伤口时，老胖却从大卫的口中探听到他对妻子非常的不满。最近两人经常吵架，这更加让老胖觉得大卫是个混蛋，不配拥有安娜。没过几天，大卫就离奇失踪。而看着安娜门口停放的警车，老胖上门询问调查的进展。面对伤心欲绝的安娜，老胖自然而然地送上一个爱的抱抱。但面对老胖的询问，安娜说警方认定大卫不是失踪，而是感情破裂离开了安娜。说着，安娜就哭着投入了老胖的怀抱。而安娜的举动
也让老胖下定了某种决心。他回家后就将妻子拖进了地下室。面对移情别恋的丈夫，妻子怒斥老胖为了得到安娜，杀害了大卫。谁知老胖却矢口否认，说他不是凶手。大卫抛弃安娜在先，他只不过是拯救安娜的王子。说着就将妻子砸了个稀巴烂。随后，老胖发起了猛烈的攻势。看着日渐消瘦的安娜，老胖邀请她到家里做客。起初伤心的安娜并不想赴约，可面对老胖的软磨硬泡，安娜最终答应和老胖共进晚餐。殊不知她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棺材。而为了迎接新成员的到来，老胖也是煞费苦心，不仅准备了玫瑰花，而且还一身西装革履。当晚，安娜如约而至，可面对老胖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，安娜却提不起任何兴致。不过，安娜的表现在老胖的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I want you inside me right now, right here, on this table. 犯病的老胖以为对方非他不嫁，眼见安娜如此，老胖决定带她认识一下自己的家人。可当安娜看到几具骷髅时，瞬间就被吓得目瞪口呆。还没等安娜反应过来，老胖就用绳子勒住她的脖子。求生的欲望让安娜狠狠地给了老胖一个肘击，接着再来上一脚。可当安娜向外逃跑时，却又被老胖抓住了脚踝。安娜来不及躲起来，直接一脚上脸。接着安娜拼命地向楼下跑去，眼看着就要逃出升天，可房门却被老胖锁得死死。而这时老胖也追了下来，他重新将绳子勒住安娜的脖颈。安娜越是挣扎，老胖就越是兴奋。眼看着安娜就要窒息而死，一双大手却捂住了老胖的嘴，不一会他就晕倒在地。来人正是安娜的丈夫。眼看着妻子以身涉险，大卫自责不已，可安娜却一脸悲伤，哭着说女儿就在楼上。她甚至还穿着生前那条绿色的裙子。而当老胖从昏迷中醒来，已经被绑在了地下室。安娜不由分说就给了老胖一记血拳。You killed our daughter, you son of a bitch. You said your daughter died from cancer. You are a fucking cancer. 原来他们的女儿就是被老胖所杀，夫妻俩不远千里追踪至此，就是为了给女儿报仇。所谓的撞坏油箱、大卫失踪，都是为了吸引老胖上钩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猎杀者。接下来就是复仇时刻，老胖很快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不过安娜明显有些意犹未尽，说就这么让老胖死去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大卫让妻子放心，作为医生，他有100种方法让老胖多活半个月。老胖闻言马上从昏死中清醒了过来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